一场普通的小学同学会，为何让成功体面的男主坐立难安？18年前，一场离奇的高烧，一篇尘封的日记，一场诡异的123木头人游戏，成了男主这辈子都摆脱不了的噩梦。只要有人从背后靠近，男主就会本能的恐惧应激。日记里那些完全不合逻辑的细节，到底藏着怎样细思极恐的真相？大家好，我是宝海之鱼啊。今天我们继续来玩关于四门市的一些传闻啊。这个游戏啊是收录了各种各样离奇的、诡异的都市怪谈啊，是各种各样的故事。我们上一次呢是看了返乡这个故事啊，接下来我们要看新的故事了。同学会，这个同学会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啊？哦，这是什么公园啊？现在是傍晚的5点40分左右，我坐在公园的长板凳上。接下来我要参加一场同学会了。滑梯附近有4个孩子正在玩耍。从衣着判断，穿绿色衣服的男孩家境最为优渥，其余3个都是来自普通家庭。身穿红色衣服高大男孩应该是4个人中的老大，他始终掌握着团体的话语权。戴着眼镜的黄衣男孩显得格外拘谨，或许他日常便是被使唤跑腿的角色。扎着双马尾的孩子是这个小团体中的唯一女孩，她的存在是为这个团体带来了微妙的平衡感。生活中潜藏着大量容易被人忽视的细节，这些细微之处往往揭示出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只要细心去观察与思考，多数时候我们都能从中提炼出有价值的信息。我从小就是一个注重细节的人，经常能注意到其他人难以发现之处。我能从各种各样细节中推断出背后的故事或联系。这个是这个故事的前情提要吧。主人公是一个善于观察细节的人。我觉得接下来的故事应该是他参加同学会之后，发现了某一个同学的细节跟他以前观察到的细节不一样吧。比起分析和推理，这更像是一种直觉的判断。尽管有时候这种直觉并不是100%准确，但绝大部分情况下都能帮我抢占先机。因为这项特长，我自认为在工作和学习上都比其他人更有优势。我毕业于名牌大学后，在大型企业里就职，目前在公司里管理着100余人的团队。若是和同龄人相比，我大概会被归入成功的那一类吧。我去过的大部分经历都能拿来当做在同学会上的谈资，可真当要见到老同学时，我的心中却泛不起半点兴奋的涟漪，因为我很不擅长应对人多的场合。小学同学会晚上7点开始，现在还有1个多小时啊！这么早就等在聚会地点附近，难道是因为我很闲吗？事实上，1个小时前我还在公司加班。虽然今天是星期六，但项目正式结项前负责人都必须到场。无论回想起多少次，都还是觉得尴尬呀。不过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再这样纠结下去也没有任何意义。说过多少次了，不要从背后向我搭话。1个小时前，办公室曾回荡着我激烈的骂喊声。愣在我身后的是刚入职不到1个月的新人同事。话刚说出口的瞬间，我就后悔了。别说刚入职的新人啊，就算是一起工作几年的老同事，也不一定知道我这个毛病。我平常总是非常注意身后是否有人，或者刻意站在不会被他人从背后靠近的位置，所以我是很反感有人在背后向我搭话的嘛。但或许这是这段时间精神过于紧绷，反而让我疏忽了防备。虽然我立刻向他道歉了，不过尴尬的气氛一旦弥漫开来，就很难再恢复到原来的状态。我受不了那样的氛围，只好提前离开公司了。或许这次事情过后，有些同事会在背后议论我吧，但即便这样也无所谓了，因为无论如何我都不喜欢有人从背后向我搭话。从小到大，每当有人从背后伸手向我搭话时，都会勾起我内心深处那段不好的回忆。什么东西？那是发生在18年前，我小学5年级时候的事情。那段时间我生了一场大病，在病床上昏迷了1个多礼拜。事后听一位自称是我母亲的人说，什么？事后听一位自称是我母亲的人说，又是失忆了吗？最严重的那几天，我的高烧甚至达到了42度。病后虽然没有留下严重的后遗症，但我却无法很好的回忆起生病前的事。不过幸好生病前的我一直有写日记的习惯，最后一篇恰好是我病发前不久写下的。我从日记里的内容得知了那天发生的事。什么事情？
这是日记的内容吧？今天是周五，老师又布置了一大堆作业。放学后和往常一样，我跟班级里几个关系要好的同学聚在一起。因为学校的操场被六年级的学生霸占了，我们只能到离学校不远的公园里踢球。公园里有一棵大树，老爸告诉我，他小时候那棵树就已经在那里了。我们跟平时一样分成红蓝两队，我还是红队的守门员。今天的比分一边倒，转眼间蓝队就进了5个球。半个小时后，阿明说他不想玩了，还不停地叹气，不知道他今天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吗？之后不知道是谁提议大家一起玩1、2、3木头人，小凡觉得没意思，就在一旁看着我们玩。虽然我也觉得都5年级了还玩这样的游戏很幼稚，但还是加入了他们，因为以前从来没在一起玩过这个游戏，想不到居然还有人不知道规则。我们把大树当作终点，让第一次玩的那个人站在大树下负责喊口号，剩下的我们5个人则从各个不同的地方向他靠近。刚开始的几轮还是我们的胜利，不过渐渐的负责喊口号的那个家伙也熟练了起来，他回头的速度越来越快，明明才听到他喊完口号，一眨眼的功夫他就已经回过头了。我还是头一次见到玩得这么好的人，甚至我用了毕生的招数都没能赢过他。最后一局明明就只差一点，都已经到他身后了，实在是太可惜了。我很不甘心，完全无法想象他今天居然头一次玩这个游戏。回了家后不久，我感觉人很不舒服，头很晕，一点食欲也没有。我跟老妈说今天不吃晚饭了，她很生气，说再难受也得吃啊。没办法，我只好硬着头皮把米饭吞进了肚子里。今晚我打算早点睡，希望明早醒来身体能好一些。所以日记里的内容就只有这些了。要是没看过这篇日记就好了，我无数次像这样后悔过。这篇日记中第一个让我在意的点是那天踢球时的情景。我们跟平时一样分成红蓝两队，我还是红队的守门员。今天的比分是一边倒，转眼间蓝队就进了5个球。日记中的这部分叙述给我一种莫名的违和感，在日常的情景中出现了与日常状况不相符的发展。一直以来都是分成红蓝两队，这一天似乎也没什么特别的地方，但不知为什么这天的比分却是一边倒的局势，究竟是哪里有问题呢？我在这篇日记的其他地方找到了答案。日记中出现过2个人的绰号，分别是阿明和小凡，都是我小学时的同班同学。其他几个人的姓名虽然没有被明确记录，但通过木头人游戏的人员分配情况，我可以推断出当天在场的人数。负责喊口号的人，参与游戏的5人，在一旁看着大家玩的小凡，一共7个人。是的，从这篇日记可以推断，当天公园里包括我在内共有7人在场。为什么那天的比分会是一边倒呢？答案很简单，因为蓝队有4人，而红队却只有3人。明明划分的队伍和平时一样，没什么特别之处，但不知道为什么多出了1个人。可能有人会说实际上存在第8个人，只是日记中未曾提及，但这无法解释为何唯独那天比分呈现出一边倒的态势。那是否有更极端一点呢？一边倒的比分反而是常态呢？然而这实在令人费解，几个小学生又怎会长期热衷于毫无悬念的对抗呢？难道说这个日记也是假的啊？我也失忆了，第1个是健忘症，第2个是返乡，而第3个是同学会，全是跟记忆有关的，要么就是失忆，要么就是不对劲，哈哈。如果有其他人看到这篇日记，注意到这些细节，或许会跟我有一样的想法吧。但这部分内容还不是最让我感到可怕的。这篇日记中还有第2个让我在意的细节，这个细节正是长期困扰我的噩梦根源。对，就是他，就是这个木头人。他玩得非常好，对不对？不过渐渐的负责喊口号的那个家伙也熟练了起来，他回头的速度越来越快，明明才刚听到他喊完口号，一眨眼的功夫他就已经回头了。从日记中可以知道，负责喊口号的那一天是第一次玩1、2、3木头人的这个人的游戏，他在没玩几局的情况下就熟练了掌握的规则，更重要的是他回头的速度非常快。虽然这2句话也让我不安，但仅凭文字的描述可能存在夸张，读者难以想象那些可怕的画面。真正让我感到害怕的是下面这2句话，我还是头一次见到玩得这么好的人，甚至我用了必胜的招数都没能赢过他。必胜的招数是什么？我一点一点挪过去，对不对？
最后一局明明就只差一点，都已经到他身后了，实在是太可惜了。玩木头人并没有必胜的方法，但却有提高胜率的招数，这是我从更早日记中知道的。玩这个游戏最容易被判出局的情况是喊口号的人转头的瞬间，如果从移动到停止过程中没能稳住重心，就很容易出局。也就是说，回头的过程中动了就出局了。所以采用一种重心非常稳的方式，能大大提高胜率。那也就是我是趴在地上匍匐前进的了。对，果然没错，是整个人匍匐在地上爬着向终点前进。所以这样也能被他发现？那这个人其实根本就不是人了，他是鬼吧？因为没办法预测喊口号的人会从哪个方向回头，所以最好的位置是从正后方接近，回头要么从左边，要么从右边，对不对？我从他正下方匍匐前进。哦，难道说他头是从上面往后仰回头的？我想象着自己趴在地上前进的样子。每当听到口号临近尾声，我便停止不动，待在大树下，人转过头去，才继续匍匐前进。没错，这是123木头人最稳的方式了。虽然速度比较慢，但我确定是在一点一点向终点挪动。我离大树下的他越来越近，只差一点就能触碰到他了。然而，当我接近他身后伸出手的一瞬间，却被他发现了。我想象了那天进行木头人游戏时的场景，我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中。为什么大树下的人能瞬间看到蜷缩在地上且已经到达了他身后的我呢？那屁股上不是也有只眼睛的吗？他可以看得到啊，而且你正在匍匐在下面，他肯定能看得到啊。哈哈，若是试图在脑海中复现那个场景的话，就会发现正常情况下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喊口号的人双手需要搭在树上，无法迅速转身，一般只会扭头查看自己的侧后方。虽然余光可以瞥见自己身后的部分景象，却没有办法看见自己小腿后方的区域。没错，那个位置应该是死角才对。为什么喊口号的人能瞬间观察到位于自己死角的人呢？一个恐怖的联想在我的脑中浮现。要是没看过这篇日记就好了，我无数次像这样后悔过。过去的我，这本日记的主人应该是在无意间记录下这些的吧？怎么这句话怎么感觉奇怪啊？过去的我，这本日记的主人，这本日记的主人不就是我吗？只有短短几百字的日记，却在这18年间给我带来巨大的阴影。好在除了我以外，应该没人能够看懂这些内容。我在看过不久后将日记处理掉了，不用担心其他人会看到。而在想象中浮现的恐怖景象则如噩梦般挥之不去，那是一种近乎身体本能的反应。时至今日，我依旧无法完全抑制它。我一直都非常小心，不让任何人有机会从背后靠近我，所以我总是避免参加集体活动，也尽可能少出现在人多的场景。即便如此，我仍会有怀念往事，也会想想近前10多年未见的同学和朋友们。所以小时候那个木头人到底是怎么回头的？是从胯下看，还是从上面这样仰头看？是真的参加同学会了吗？哦，果然参加了。也就是说，这一次的同学会一定会碰见那个木头人吗？现在是晚上7点20分，同学会已经正式开始了。看着曾经的小学同学都长大成人了，各自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这种体验十分奇妙。作为其中的一员，我也有属于自己的人生轨迹。这么多年来的努力都是值得的，我真切地感受到了自己的存在。望着热闹的会场，我由衷地觉得今晚能来参加这场同学会真是太好了。哦，声音 A。 啊，你也太无聊了吧，都几岁的人了。嘘，小声点，我要吓他一跳。不会吧，要从背后搭讪我吗？哎呦！我有点感到困惑。这个故事的大部分的篇幅讲的都是小时候玩木头人我趴在地上的那个，但是从最后的那个角度来看，怎么感觉我才是那个趴在树上喊口号的那个木头人啊？
因为主人公非常介意有人在背后搭讪我，所以他在玩123木头人趴在树上的时候，反应才会如此之快。好吧，不管怎么说，这个游戏的故事你们有什么看法吗？欢迎在评论区中畅所欲言。好了，那同学会这个故事就结束了啊。下一个故事叫人面犬，这个标题看上去很有意思，感觉会非常的灵异吧。那这个人面犬我们就下次再来看吧。那本期视频就先暂时到这里了，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